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。接下来就中秋节了嘛，对，在这边先跟大家说声中秋佳节愉快，烤肉不要吃太多，小心会胖，而且烤的东西对身体不太好，偶尔吃还好。对，我是没有打算烤肉了，之前还会办一些，就是说什么去鬼地方烤肉啊，但是现在地方不能烤了，所以说就也没有再去烤了，而且就每次烤肉都好累哦。对啊，好，那今天我要介绍什么样的经历呢？今天我必须说，这则经历它是发生在一个我们有可能比较少听到的国家，叫匈牙利吧。那匈牙利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什么呢？就是布达佩斯嘛，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。其实有生之年真的要去匈牙利走走。那今天这个人他在匈牙利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我只能简单的先跟大家讲，就是他在饭店里面碰到诡异的状况。我不知道大家住饭店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诡异状况了，因为我自己有了，但都在泰国，在台湾也有啦，但是我其实好像碰到事情也还好，我就累的话，我真的会继续睡这个样子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换房间呢？会的话在下方留言哈。反正我只能说，饭店的怪谈介绍过很多，那今天这一则呢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。那因为这个饭店它也是一个5星级饭店，现在其实还是有在营业哦。好，那他碰到什么样的经历呢？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咯。匈牙利是个伟大的国度，但大多数人只知道布达佩斯。德布勒森虽然是匈牙利的第2大城，却鲜少有人听闻，更别说亲身造访它了。它位于国家最东边，要来这边通常得先飞到布达佩斯，然后搭乘豪华轿车或者是火车横贯整个国家，经历3个小时的颠簸。德布勒森是个安静的近乎死寂的城市，周边有座大学和几家工厂。我正好为一家拥有德布勒森工厂的公司工作，所以每年都会来这里出差。每次我都住在迪维努斯饭店，总共约15次。虽然不是每次都有怪事发生，但我确实经历过几次。而在公司里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家酒店闹鬼，大多数传闻都源自5楼。有趣的是，现在我每次造访都再也看不到5楼有任何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，走廊永远漆黑一片。虽然我从未住过5楼，但我在2楼却有过3次截然不同的恐怖经历。第一次是几年前，就发生在现在我敲打键盘撰写这篇文章的房间里。顺带一提，我已经在这里住了4个晚上，到目前为止一切风平浪静。那次经历其实相当的惊心动魄。为了铺陈情境，我抵达时是10月，就像这次一样，房间热得像蒸笼。这是我对这家酒店最大的怨言，总是闷热难耐，空调形同摆设。为了缓解，你得打开窗户，但夜晚外头的冷风刺骨，于是你只好在冻僵和汗流浃背之间2选1。这里还有一桩烦人的事，就是他们会焚烧田野，烟雾弥漫，无孔不入。那晚我试图入睡，窗户大开，却冷得发抖，只好关上窗户。室温瞬间窜升将近到摄氏27度。为了降温，我索性脱光衣服，趴在床上。这家酒店即使在夏天也用厚重的羽绒被，热得像一团火。我把被子拉到膝盖处，试图保持凉爽，却又随手可得，以防万一。就在我躺在那儿时，强迫自己入睡，却仍旧睁眼瞪天时，那羽绒被突然被缓缓拉起，从我的臀部划过，停在背脊的中段。各位，窗户紧闭，空调风扇弱得可怜，被子又沉又重。你来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我真的圈圈的完全摸不着头绪。现在我彻底清醒了，但
要吓我可没那么容易。我只想静静的躺着，感官高度的警觉，等着下一个异变的发生。但什么也没有再来。几分钟后，我迷迷糊糊的睡去，那趟旅程再无被打扰。几年后，我又在2楼，但换了房间，还是那该死的闷热。窗外寒风呼啸，我躺在床上试图入眠时，突然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清清楚楚，低沉沙哑，就在耳畔低语，吐出我听不懂的词句。就会是走廊里的声音吗？我严重怀疑，因为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像发言者就躺在我身旁，嘴唇几乎贴着我的右耳呢喃。我又一次没有被吓倒，第一反应就是脱口而出说什么，之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再发生，我便睡着了。去年我又来到2楼，这次是最尽头的房间，我想是202号之类的吧。我已经住了好几天，什么坏事都没有发生，但我注意到整条走廊就我一个人。总之，那是回美国的前最后一晚。我的轿车会在凌晨3点来接我，赶7点的飞机。我睡得很香沉时，火警突然大作，不是房间内的烟雾探测器，而是走廊里的火警，震耳欲聋。我之前遇过饭店火灾，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猛然地掀开被子，脚一落地，警报戛然而止。我等了片刻，确认没事后，又爬回床上。刚一闭上眼，警报又响了。同样的，脚一落地之后就停了。这回我气炸了，试图再睡，但花了好一阵子。终于，在我迷迷糊糊时，第3次警报又炸开。我这次大声咒骂：“去死吧！”然后躺在床上不动。不止警报持续响着，这是连空气的处理器也启动了。你知道那种巨大轰轰声，不是空调风扇那种动静。我掀开被子，踩着地板，它还在响。我开灯，走到门边，转动门把。刚一推开门，警报和空气处理器全速静止。我转向右边，看见一个女人的黑影朝我走来，但我没戴眼镜，我分不清楚那是什么，只知道我半裸站在门口。多年来身材早已走样。回房后，我气到睡不着，冲了澡，穿好衣服，看着电视等待轿车的到来。退房时，我问柜台怎么回事，那女孩耸耸肩。我追问她那酒店是否有火警吗？她说是的。我又问是不是全楼都响了？她说不，只有你房间那个。我再问为什么第1次响的时候你不来查？她说我不喜欢在夜里走那条走廊。接下来我之后还会再来这个地方住，每次我都会很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如我所说，公司里人人都知道这家酒店闹鬼。让我简单的说我一位同事的遭遇，这实在太骇人听闻了。他得知在这里待5周，他们把他安排在5楼，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。据我所知，他在那段时间里有3次独立的经验。第一是刚入住时，他打开行李箱，把衣服塞进衣橱，也把箱子放进去上班。回来开门时，所有的衣服都散落在地毯上，西装也被全部拉出来摊开。他去找经理，他们说那天没有人进过他的房间。几天后，他下班回来，开门一看，家具乱七八糟，椅子、书桌、床头灯全被移位。几天再过，他回来发现的地板上躺着2只死掉的鸟，头颈扭曲成诡异的角度。当然，那天窗户也是紧闭的。正如他离开时那样，那晚他念了净化祷词，试图与那的灵体沟通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你在这里，我无意伤害你，请让我安宁，我也会让你安宁的。”诸此之类。之后，他剩下的日子再无异状。这个饭店酷吧？其实我有看了一下他的这个饭店的那个街景图，真的5楼看起来好像真的没有在用。那其实我必须说，我查了这家饭店，它真的非常非常高级，还有
健身房啊，还有那个三温暖啊、烤箱啊，还有游泳池啊，那个早餐那个自助餐好丰富哦，真觉得好像值得去住住看。会不会它其实就像我们台湾的那个君悦酒店，明明很高级，但里面却发生过很多事情，不知道啊。可是它一晚4600多块，以5星级的价格来讲，其实不算贵。但出国旅游的话，大概住个1天2天吧，第3天有可能就觉得贵了哈。对啊，好，不管怎么样了，饭店本来就很容易碰到这些事情，毕竟你不知道这个地方、这个房间以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，大家都是人来人往的，饭店不见得会让你知道，不是吗？我只能说，真的还蛮有趣的，因为他提到我一个点，我真的蛮有那个感觉的。为什么？我记得我之前有去一趟日本东北，就是我去找 NTV 他们，然后我那时候住在那个饭店里面，那时候已经11月了吧，其实晚上蛮凉的，但是有时候白天还是会有点闷热。那个时候就很尴尬，就是不知道开冷气还是在关暖气，因为其实有时候确实太阳出来还是会有点热。那饭店呢，它其实没有冷气的，冷气是打不开的，那我只能开窗。开窗确实比较凉了，但是一个点它没有纱窗，所以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蚊虫飞进来。那还好那时候蚊子不多，因为有可能天气已经冷了。那重点是因为我们饭店在闹区，所以我晚上把窗户打开要睡觉的时候，外面很吵。对，因为那边很多那个居酒屋啊什么之类的。我大概我可以了解他的那个状况，因为我的被子也是那种羽绒被，很厚重的。我整个睡觉我不知道呀，有点痛苦。对，好，那至于他这个怪谈，我可以给他几颗星呢？大概恐怖指数大概4颗吧。我其实蛮想给3颗3.5的，但换个角度想，在饭店你碰到这样的事情，是这个人他不怕，所以会让你降低他的恐怖感，但是假如换成一个会怕的就不一定了。好 ，OK， 我是购章的秦明，那最后再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，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咿呀嚓嚓。